很多人说亚马尔未来会是第一个05后捧起金球奖的球员，但除了亚马尔，同样是05后的杜埃，其实也非常有机会问鼎金球奖。上赛季他在巴黎的表现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一点。在法甲、欧冠和法国杯的多线作战中，他是日常首发，贡献了16球、14助攻，数据亮眼。更难得的是，在关键比赛中屡屡挺身而出，是巴黎队史首次3冠王的重要成员之一。要知道，他早在17岁时就已经在雷恩坐稳首发位置，成为法甲赛场上最年轻的中场核心之一。那时他就以大胆突破、成熟的视野和大场面表现，吸引了无数球探的目光。如果当时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关注，他或许会比亚马尔更早站在聚光灯，成为欧洲足坛炙手可热的新星。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杜埃的故事。2005年，杜埃出生在法国的昂热，他是一个混血儿，父亲来自科特迪瓦，母亲是法国人。足球从小就写在他的基因里，因为整个家庭都对这项运动充满热爱。他的哥哥和2位表兄弟都是职业球员，家里客厅的谈话几乎离不开足球。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小年纪的杜埃几乎每天都要抱着足球出门，他把足球当作最亲密的伙伴。在电视机前，他被内马尔的桑巴式足球风格吸引，那些华丽的假动作和潇洒的突破让他目不转睛。他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有一天也要像内马尔一样，在绿茵球场上踢出属于自己的足球。于是，成为职业球员很早就成了他人生最坚定的梦想。5岁那年，杜埃进入了雷恩的青训营，第一次训练他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，协调性超同龄人，带球节奏感强，而且总是能够在接球前抬头观察。青训教练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苗子。他一路从各级青训队不断跳级，到16岁时已经可以和雷恩的一线队球员们一起训练了。17岁那年，他正式和雷恩签下了职业合同。在22到23赛季，他终于迎来了法甲的首秀，而真正震惊外界的是他进球的速度。仅仅在首秀后第20天，雷恩对阵布莱斯特的比赛里，他冷静推射破门，收获了自己的处子球。这不仅是属于他第一个法甲进球，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他成为5大联赛里首位打进进球的05后球员。而故事并没有停下脚步，1个月之后，欧联对阵基辅迪纳摩的比赛里，他在第89分钟完成绝杀，再次刷新了纪录，成为法国球员在欧战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。那一夜，他的名字迅速传遍法国与欧洲的媒体。在雷恩的比赛里，你总能看见他作为进攻型中场和边锋展现出的巨大潜力。他的启动速度极快，盘带加上边上的果断，能瞬间撕开防线，再辅以一脚精准的戳射或爆射，常常制造惊喜。更难得的是，那种属于青年球员最难学会的东西——节奏感、果断和自信，他已经完全具备。正因如此，俱乐部对他越发信任，他也逐渐坐稳了球队的主力位置，真正踏入职业足球的核心舞台。杜埃在雷恩的2个赛季中展现出了惊人天赋，让巴黎圣日耳曼迫切希望将他招至米下。当时的主帅路易斯·恩里克需要一名能够在多个进攻位置上游走的多面手，而且最好还是一名年轻、潜力无限的进攻球员。杜埃不仅完全符合这些条件，而且还是法国本土球员，拥有培养价值与市场的号召力。正因如此，这笔转会进行得非常的顺利。巴黎最终以5000万欧元的高额转会费将杜埃签下，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杜埃擅长边锋和进攻型中场的位置，但在干将门时，巴黎阵中并不缺乏边锋的人选。于是，在24到25赛季前半程，他更多是轮换的身份出场，但从赛季的下半程开始，尤其在25年3月份之后，他的状态急速提升，逐渐赢得恩里克的信任，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首发机会。那个月的法甲比赛里，杜埃单月贡献了3球2助攻，一举拿下法甲月度最佳球员。到了欧冠8强对阵阿斯顿维拉的首回合，杜埃首次在欧冠首发登场，并打进关键扳平比分的进球，帮助巴黎3-1击败对手。从那场比赛开始，他彻底取代了巴尔科拉，成为球队欧冠的首发边锋。而他没有让恩里克失望，状态持续的高涨，带领球队一路闯入欧冠决赛。在决赛面对国际米兰时，杜埃迎来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辉煌的一页。他先是送出助攻，帮助阿斯拉夫率先破门，仅8分钟后，他又接到登贝莱的传球，冷静推射破门。下半场他更是再次攻入一球，完成梅开2度。最终巴黎5-0横扫国米，拿下队史首座欧冠奖杯。杜埃凭借2球1助的统治级表现，当选全场的最佳球员。那一刻，他天赋在巴黎被彻底的兑现。恩里克也完全掌握了如何使用这颗年轻的宝石。在战术层面，恩里克常规的布阵是4-3-3，但随着比赛推进，球队进攻时会转换为3-2-5。
在这个体系下，杜埃会从右路向禁区内收，扮演类似内锋的角色，为阿斯拉夫套边进攻时拉开空间。在某些比赛里，如果杜埃以中场身份出场，尔里克会安排他在进攻中担任半边锋，主动拉开边路空间。也正因为他能胜任多个位置，而且在每个位置上都能踢出顶级的水准，他才逐渐赢得恩里克的完全信任。未来，杜埃极有可能成为亚马尔在金球奖之争中的最强竞争者之一。杜埃的偶像一直都是内马尔，而你现在看他踢球比赛时，也能隐约看到内马尔的影子。他的盘带细腻灵活，左右脚技术均衡，让他无论出现在左路还是右路都能够制造威胁。他常常凭借一次突然的内切或一次灵巧的变向，让整条防线陷入慌乱。从法国巴黎的街头足球少年到雷恩的天才新星，再到巴黎欧冠之夜的绝对主角，杜埃只用了短短的几年，就走完了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一生。他证明了自己不仅能够在联赛中稳定的输出，更能在重要的比赛中扛起球队。如今，他和亚马一道被认为是05后最具潜力的双子星，一个已经站在巴塞舞台的中央，另一个则在巴黎迎来属于自己的巅峰之夜。未来谁能率先拿下金球奖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杜埃的故事才刚刚的开始。那你觉得呢？在你心中，杜埃的上限会是金球奖吗？还是巴黎的下一位传奇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以上就是杜埃的人物故事。如果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